这种时刻。周末下午，你躺在沙发上，眼神扫过客厅，茶几上有昨天的外卖盒，椅子上堆着穿过一次但又不算脏的衣服，还有地上缠着3条不知道谁的充电线。你的大脑立刻跳出一句话：该整理了。但奇怪的是，你没有动。你开始思考：我要先收桌子吗？还是先洗碗？垃圾是不是也该倒了？那件外套到底算干净还是脏的？想了30秒后，你默默拿起手机，然后2个小时过去了，房间没变干净，但你更累了。今天我们就来拆穿一件事：很多人不是懒，而是杂乱本身就正在消耗你的心灵能量。你还没开始整理，意志力其实已经快被榨干了。2011年，普林斯顿大学的神经科学团队做过一项研究，他们让受试者分别在整洁环境和杂乱环境里完成任务，同时观察大脑反应。结果发现，人在凌乱空间里注意力更容易分散，专注力明显下降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每一件杂物都在默默对你的大脑喊：嘿，我还没处理哦。桌上的杯子、没折的衣服、还没拆的包裹，它们不是安静存在而已，它们其实都在偷偷占用你的认知资源。心理学把这种现象叫做认知负荷，意思是你的大脑能处理的资讯其实有限，而杂乱空间就像背景同时开了20个程序，即使你没有真的在整理，你的脑袋也一直在低功率运转。那个要不要收？这个晚点要处理啊，对，那边还没整理。久了，大脑就疲劳了。所以很多人下班回家，明明没做什么，却还是觉得很耗能，因为你的房间一直在偷偷向你收精神税。更有趣的是，房间越乱，人通常越不想整理。听起来很矛盾，但这其实有科学根据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曾追踪研究32个家庭，研究发现，当受试者认为自己的家很杂乱时，体内的皮质醇水平会明显升高。皮质醇就是俗称的压力荷尔蒙。当它长期偏高时，人会更焦躁、更疲惫，也更容易进入逃避模式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只是坐在凌乱房间里滑手机，却感觉自己根本没有真正休息到。因为你的大脑其实还在背景待命，那些杂物就像永远关不掉的通知讯息。而且还有一个心理机制很关键，未完成效应。心理学家 Bluma-Zeigarnik 发现，人类的大脑会特别记住那些还没完成的事。所以当你看到没洗的碗、没收的衣服、没整理的桌子，你的大脑其实正在累积一份未完成账单。拖越久，心理压力越大。最后你看到整个房间时，大脑会直接判定工作量太大，放弃。于是你更不想动，不是懒，而是你的大脑觉得这个任务已经大到超出负荷了。很多人会说，好，我今天开始认真整理，但通常3天后又回到原状，因为问题根本不只是意志力。研究习惯行为的南加州大学教授 Wendy Wood 提出一个重点：真正稳定的习惯靠的不是自律，而是环境设计。如果你的环境让整理很麻烦，你的大脑就会自然逃避。例如，衣架不够，垃圾桶太远，收纳位置很乱，每增加一步，大脑都会提高行动阻力。而原子习惯的作者 James Clear 提出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，叫做执行意图，也就是不要只说我要整理房间，而是设定，如果我吃完晚餐，那我就立刻洗碗3分钟。越具体，大脑越容易执行，因为模糊的目标会消耗决策力，但明确的行动能直接启动。第一，固定物品，固定位置。钥匙、耳机、口罩、充电器，让它们永远有固定住址，因为每次找东西其实都在消耗大脑能量。当归位变成自动化动作，整理就不再需要思考。第二，
减少摩擦，而不是增加自律。很多人失败是因为把整理设计得太困难，例如脏衣篮放太远，挂衣服很麻烦，垃圾桶太小。你以为问题是懒，其实问题是动作成本太高。所以真正有效的方法不是逼自己自律，而是让正确行为变得更容易。玄关加个挂钩，外套就比较不会乱丢；桌边放垃圾桶，垃圾就比较容易顺手丢。这叫做减少摩擦。第三，让大脑感受到整理的奖励。很多人整理完马上离开，但其实你应该停3秒，看看干净桌面，感受空间变清爽。因为这个瞬间，大脑会产生一种我完成了的成就感，而这种正向回馈会刺激多巴胺，久了，大脑就会开始把整理和舒服感联系在一起，这才是习惯真正形成的关键。整理教学专家 Marie Kondo 曾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：整理的目的不是追求完美，而是创造让你舒服生活的空间。家不需要像样品屋，但它至少不该变成另一份隐形待办清单。很多时候你累，不是因为工作太多，而是你的大脑始终没有真正下班。所以下次看到凌乱房间时，不要对自己说我要把整个家整理完，只要说我先整理3分钟就好。因为真正改变生活的从来不是一次的大扫除，而是那些低阻力能持续的小动作。这里是星光心理学，记得点赞分享，我们下次见。